各位朋友大家好啊，今天咱们测拆一款新家伙，行家的3C 口240瓦氮化镓充电器。这个不是我买的，是咱们一位铁粉送的大礼，还搭了一个安克 Primer 65瓦充电宝。后续我们也会测拆这个给大家看。还有这位老铁兄弟还通过 B 站的充电功能给我最高等级的充电，他对我这个频道的支持我真的是无言以表啊，我是真心感谢，谢了兄弟。当然也感谢所有给我充电的老铁们，不分等级，我都是很感激你们的，你们的支持就是咱们这个频道的动力，非常的感谢你们的支持。这个行家充电器3个 USB-C 口，标称240瓦的大功率，用了氮化镓的技术，体积小，功率大，性能究竟怎么样？咱们先测试，后续拆解看做工。安克65瓦的 Primer 充电宝测拆也在后面，想看硬核内容，记得3点支持，点赞、投币、关注我这个频道。产品的硬核测拆不漏看，咱们话不多说，先开箱。行家这个企业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啊，人家本身就是做电源出身的。盒子白蓝色的包装，正面充电器的图片，240瓦的标识，3口独立快充 PD 3.1 4层氮化镓芯片，意思就是这个里面应该有4颗氮化镓芯片吧。折叠插脚的设计，背面则是规格信息。我们直接打开包装盒吧。内部有一个产品说明书、合格证，同时也是这个充电器的保修卡。大家看一下这个充电器放在我手掌上面，这个个头的话其实也还好啊。苹果的140瓦比一下，这个是140瓦的，这个是240瓦的，个子小了一圈，功率大了1倍。充电器整体黑色的设计，边缘部分这一面有亮面，这一面也有亮面处理，中间行家240瓦的标识和 logo， 磨砂质感。3个充电口全部都是 Type-C 口，内部的舌片全部都是蓝色的。3个充电口的边缘镀铬的一个塑料圈在这里面，镶嵌在里面的，看起来更加精致。折叠插脚的设计，充电器的高度70毫米，宽度是82毫米，厚度最厚的地方中间部分30毫米，连插脚的高度86毫米。充电器连包装盒的重量358克，单充电头的重量315克，6两多啊。整个充电器的造型中间要稍稍厚那么一点点，它有一点点弧面的一个造型啊，看起来的话还是挺精致的。外观部分我们简单看了一下，我们进入我们测试部分的内容。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充电器的规格信息，行家的 logo 型号是 HKC 2402-8050-0A1， 这个型号好长啊。它的输入电压是100到240伏的全球电压，但是它这个电压是区分了的，220伏的状态可以达到240瓦，110伏的状态的话就只有160瓦的总功率，大家一定要注意啊。然后这里是多口分配，我们后面会进行测试。制造商是深圳行家驰源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下面则是室内使用双路绝缘 3C 认证循环10年，这个循环10年是代表的10年内不会有有毒物质泄露出来，这个不是可以用10年啊。充电器的 3C 认证的证书咱们贴在屏幕上，有需要的可以截图。这个充电器从 3C 认证的证书可以看到，它是支持海拔5000米以下的地区使用啊，青藏高原的用户有福了。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3个充电口所支持的快充协议的情况。首先是 Type-C 1口，它支持的快充协议的情况有高通 QC 3.0 5伏、9伏、12伏、3.6至12伏，华为的 FCP 最高功率18瓦，华为的 SCP 协议22瓦功率，三星的 AFC 协议24瓦功率，然后联发科的 P1 加和 P1 加 2.0。 下面则是公版的 PD 3.1 的协议140瓦 EPR PPS QC5。 PD 3.1 点进去，固定档位是6个，最高是28伏5安140瓦。 PPS 协议有一个 3.6 至21伏的5安100瓦的 PPS， 然后底下还有 ABS 15至28伏140瓦， DCP 和 Apple 2.4 两个基础功率。然后现在测的是 Type-C 2口，它协议的支持的情况有高通 QC 3.0 5伏、9伏、12伏、3.6至12伏，华为 FCP 的18瓦功率，华为 SCP 22瓦功率，三星 AFC 24瓦功率， PD 3.0 100瓦，点进去固定档位5个，最高20伏5安100瓦， PPS 协议也只有一个 3.6 至21伏的5安100瓦的 PPS。 这个充电口基础功率有3个 DCP SAM 和 Apple 2.4。 然后这是 Type-C 3口，它的快充协议支持的情况，这个协议支持跟 Type-C 2口是一模一样的啊。 C2 口和 C3 口协议一模一样，是不是同一路降压电路？我们继续往下面测试就知道了。快充协议检测出来非常的多，
会不会起冲突，兼容性怎么样，我们马上来测试。首先从米家的设备开始啊，米家的设备是可以支持公开版的33瓦以下的 PPS。首先我们看 Type C 一口，没有启动 PPS 啊，走的固定档位，真实功率只有15瓦左右。我们再来看 Type C 二口，跟 C 一口是一样的，真实功率只有15瓦。我们再来看 Type C 三口，也是一样的啊，走的固定档位，功率只有15瓦左右。这部手机是荣耀60，它只能支持 SCP 的66瓦协议啊。我们以这个手机来测试华为的兼容性。有的朋友在弹幕上说它可以支持 PPS， 这部手机是不支持的啊。首先我们来看 Type C 一口，可以启动华为的超级快充，真实功率可以走到20瓦左右。C 二口启动不了啊，这个不知道是咋回事，应该是协议握手不成功吧。C 三口也是一样的情况，这个功率时有时无的。C 二 C 三口换一根线材还是一样的啊，这个功率还是这个样子，始终是握手不成功。这一部手机是荣耀300，我们来看一下它能不能启动 PPS 100瓦的快充啊。首先是 C 一口启动超级快充，这个是 SCP 协议跟 PPS 起冲突了，真实功率的话在17、18瓦的样子。我们再看 C 二口，C 二口也可以显示超级快充，但是这个功率的话大家看一下，我估计这个协议握手还是有问题啊。再来看 C 三口，一样的显示超级快充，这个功率大家看一下，5伏的基础功率啊，这个功率的话相当于协议握手失败。这一部手机是蓝厂的设备 vivo 的 S18， 我们来看一下 Type C 一口显示的蓝厂的闪充标识， PPS 功率已经启动， Type C 一口功率可以跑到32瓦左右。我们再来看 Type C 二口，同样的启动了蓝厂的闪充标识，也是走的 PPS 协议，真实功率也在32瓦左右啊。我们再来看 C 三口，同样的启动了 PPS 协议，真实功率也是可以跑到32、3瓦。所以说蓝厂的手机对这些第三方充电头兼容还是很不错的。这一部手机是绿厂的真我13，它可以支持 PPS， 这是绿厂24年下半年以后出的产品。我们先来看 Type C 一口，启动 PPS 快充，真实功率在26瓦左右。然后我们再来看 Type C 二口，一样的启动了 PPS 快充，真实功率也是在26瓦左右。然后我们再来看 Type C 三口，同样的启动 PPS 快充，真实功率也是跟前面一样的26瓦左右。这个是绿厂24年上半年以及以前的设备，这个手机是不支持 PPS 的。Type C 三口真实功率12瓦， Type C 二口真实功率也只有12瓦， Type C 一口真实功率也只有12瓦。这台是三星 Note 10加，我们看它能不能启动快充 2.0。 首先是 Type C 一口超快充电 2.0， 真实功率可以跑到26、7瓦，新款的话功率会更高一点。我们再来看 Type C 二口，同样启动超快充电 2.0， 功率已经在25瓦左右了啊。现在是 Type C 三口，也是超快充电 2.0， 功率已经25、6瓦了。这个240瓦充电器的推出，用在手机上的话，绝对是大材小用了。我估计它的重点的用户不是在手机上面，而是各家的笔记本用户。我们这就开始对它上大刑，直接240瓦的满功率输出。这是这个行家240瓦，只拉了20分钟就停了。大家看一下充电曲线图，140瓦这一个充电口输出了26分钟，然后100瓦这里输出了22分钟就停了。我看了一下温度，采集线采集到的最高温度是69度，而用热像仪我查了一下它的表面温度，最高的时候是71.5度。我们等它温度降下来，再做一次240瓦的烤机。这是充电器的第二次240瓦长时间输出。我们来看一下充电曲线图，还是一样的啊。140瓦的输出可以持续，100瓦的输出只有21分钟左右，直接就断掉了。温度的话，这一次采集线采到的温度最高是68.8度，用热线仪采集到的表面的最高温度是70.7度。既然240瓦只能输出20来分钟时间，那么我们把功率降一点，让它200瓦的功率输出，看看行不行。这是这个充电器200瓦总功率输出。我们来看一下充电曲线图，一个充电口100瓦，一直输出了30多分钟，到现在都没有停。然后这一个充电口的话，也是在22分钟的时候直接关断了输出。我们看一下22分钟的温度是多少啊？采集线采集到的温度是65度，这一次我们就没有用热像仪去采集温度了。我们再来一次200瓦的烤机测试，200瓦功率烤机第二次了啊。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这一次环境温度大概要低个2、3度，它的运行时间就长了一点点。另外一个口100瓦可以一直输出，这个充电口则是输出了25分钟，马上就断了功率。我们来看一下温度啊，
这个时候采集线采集到它充电器表面温度是 64.5 度，就断了功率了。然后温度降了大概3-4度的样子，它的100瓦又启动，这个温度图看得很明显啊。5分钟的100瓦输出，温度一上到 64.5， 它又下来了。这个充电器的240瓦和200瓦，它是不能够长时间输出的。我们再降点功率，降到160瓦输出，看看能不能持续啊。160瓦的烤机，实际上这个160瓦的满功率输出只有41分钟时间，在41分钟的时候，充电器就关掉了一个充电口的输出。看温度的话是很明显的，这个温度最高的时候是 66.9 度，也就是65度左右的一个温度墙啊。一到了这个时候，它就会降功率，然后温度下降个3-4度，它又把功率加起来，这样一起一伏的，就造成了第二张曲线图的一会儿有输出，一会儿断掉输出这种情况。说实话啊，这个160瓦的输出能力的话，也跟绿联那一款160瓦的输出能力是一样的。我们再来看140瓦的功率烤机，28伏5安，140瓦的功率已经持续运行了1小时50分钟，真实功率是138瓦，在持续的运行，到现在还没停。我们看一下温度啊，实际上这个温度在1个小时的时候就已经趋于稳定了，最高温度是在62度左右。用热像仪采集到它的表面温度为 64.2 度，140瓦功率运行没有任何问题。这样一轮烤机测试下来，从240瓦测到140瓦，这个测试过程把我自己都搞迷糊了啊！这个充电器表现怎么样？各位老铁们，你们说了算。这个充电器的兼容性大家都看到了，对手机的支持的话也谈不上很好啊。荣耀的100瓦 PPS 启动不了，蓝厂的设备的话 PPS 是没有问题的，绿厂的新款的可以，老款不行。小米的设备更加不用说了啊，启动不了 PPS。这个充电器既然目标用户群不在手机上，我们就不采集这个手机的实际充电数据了，我们直接来看它多口使用的时候会不会断联，功率是怎么分配的。这个充电器的单口规则是 C1 140瓦， C2 100瓦， C3 100瓦。我们这个多口分配的话，可以测出这3个充电口，看是不是独立的降压电路。首先是双口功率分配，我们先启动 C1 口的140瓦，再接上 C2 口，不会断联啊。C2 口的功率也起来了，2个口真实功率就是240瓦的样子。我们拔掉 C2 口 ，C1 口也是纹丝不动，不会断联。我们看一下 C1 口跟 C3 口是怎么分配的，还是老规矩，先启动 C1 口的140瓦，我们再接上 C3 口，同样的不会断联。C3 口这边功率也起来了，2个加起来240瓦。我们再来看 C2 和 C3 口是不是一样的啊？先启动 C2 口的100瓦，再接上 C3 口。C2 口纹丝不动 ，C3 口功率也起来了啊，总功率200瓦。我们再来看3口同时使用，它是怎么分配功率的？同样的，先启动 C1 口的140瓦功率，再来接上 C2 口。C1 口是不会断联的 ，C2 口95瓦的功率，我们再来接上 C3 口。C1 口纹丝不动 ，C2 口调整为65瓦。C3 口走的30瓦，3个口加起来总功率也就是240瓦。我们拔掉 C3 口 ，C1 口纹丝不动 ，C2 口功率调整为100瓦的功率，没有断联。这个充电器一样的是有多口使用不断联的技术，而且充电器的3个充电口都是相对独立的一个降压电路，都是3口独立输出的，只是它的总功率限定在240瓦，任意2个口都可以启动酷戴科的双枪快充。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这个充电器它的能量转换效率的情况。110伏总功率是160瓦，220伏总功率是240瓦，两种工况我们都测试一遍。现在是110伏60赫兹的状态，插电的瞬间浪涌功耗是 0.6 瓦。经过几分钟测试下来，110伏它的综合待机功耗为 0.2 瓦。5伏3安15瓦功率的时候，110伏输出 17.9 瓦，这边直流输出 14.7 瓦，折算转换效率 82%。9伏3安27瓦功率，110伏输出 29.6 瓦，这边直流输出 26.8 瓦，折算转换效率 91%。12伏3安36瓦功率，110伏输出40瓦，这边直流输出 36.8 瓦，折算转换效率 92%。15伏3安45瓦功率，110伏输出 49.1 瓦，这边直流输出 44.6 瓦，折算转换效率 91%。20伏 3.25 安65瓦功率，110伏输出 69.6 瓦，这边直流输出 64.6 瓦，折算转换效率 93%。20伏5安100瓦功率，110伏输出 106.5 瓦，这边直流输出 98.8 瓦，折算转换效率 93%。28伏5安140瓦功率，110伏输出 148.5 瓦，这边直流输出 138.8 瓦，折算转换效率 93%。
由于这个充电器在110伏，它的总功率的话，最高只有160瓦，我们就测到140瓦为止。现在是220伏的状态，插电的瞬间浪用功耗是12瓦。经过几分钟测试下来，220伏它的综合平均待机功耗为 0.6瓦。现在是5伏3安15瓦功率的时候，220伏输出 17.7瓦，这边直流输出 14.8瓦，折算转换效率 84%。9伏3安27瓦功率，220伏输出 30.3瓦，这边直流输出 26.9瓦，折算转换效率 89%。12伏3安36瓦功率，220伏输出 40.1瓦，这边直流输出 35.9瓦，折算转换效率 90%。15伏3安45瓦功率，220伏输出 49.2瓦，这边直流输出 44.8瓦，折算转换效率 91%。20伏 3.25安65瓦功率，220伏输出 69.6瓦，这边直流输出 64.8瓦，折算转换效率 93%。20伏5安100瓦功率，220伏输出106瓦，这边直流输出 99.2瓦，折算转换效率 94%。28伏5安140瓦功率，220伏输出 147.1瓦，这边直流输出 139.1瓦，折算下来转换效率 95%。现在是充电器200瓦功率输出，一个 98.2瓦，一个 99.2瓦，总功率是 197.4， 220伏输出是 212.4， 折算转换效率 93%。现在是充电器240瓦功率输出，一个 98.1瓦， 139.2瓦，总功率是 237.3瓦，220伏输出254瓦，这样折算下来转换效率也是 93%， 非常高的转换效率啊， PF 值也是非常高的。这个充电器2个电压档位的转换效率，我们测试下来110伏，我们换算平均转换效率为 90.7%， 最高功率的 PF 值为 0.99， 220伏9个档位平均下来，它的转换效率为 91.33%， 最高功率 PF 值 0.94， 这个转换效率是非常不错的啊，平均转换效率能过90以上的电路设计做工都是非常不错的。我们现在对这个充电器进行文波测试，看它的文波表现会怎么样。首先我们来测 Type-C 一口的文波，5伏3安15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83.9 毫伏，平均文波 71.5 毫伏左右。9伏3安27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85.95， 也就是86毫伏，平均文波 80.9 毫伏左右。12伏3安36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98.2 毫伏，平均文波 81.7 毫伏左右。15伏3安45瓦功率的时候，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118.1 毫伏，平均文波 80.7 毫伏左右。这个文波不稳定啊，形状有变化。20伏 3.25 安65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80.2 毫伏，平均文波 72.6 毫伏左右。刚刚15伏档位的文波就好像是要变成这种，所以说它处于变化的状态，15伏的档位文波就高一点。20伏5安100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96.1 毫伏，平均文波 90.6 毫伏左右。28伏5安140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118.3 毫伏，平均文波 108.3 毫伏左右。我们现在测试 C2 口文波，5伏3安15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92.6 毫伏，平均文波 86.3 毫伏左右。9伏3安27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140.5 毫伏，平均文波 125.4 毫伏左右。12伏3安36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81.99， 也就是82毫伏，平均文波 78.1 毫伏左右。15伏3安45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85.3 毫伏，平均文波 79.5 毫伏左右。20伏 3.25 安65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88毫伏，平均文波 82.9 毫伏左右。20伏5安100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107.8 毫伏，平均文波 102.6 毫伏左右。我们现在来测试 C3 口文波，5伏3安15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81.99， 也就是82毫伏，平均文波 78 毫伏左右。9伏3安27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77.6 毫伏，平均文波 73.9 毫伏左右。12伏3安36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81.7 毫伏，平均文波 77.9 毫伏左右。15伏3安45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81.1 毫伏，平均文波 75.9 毫伏左右。20伏 3.25 安65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90.7 毫伏，平均文波 82.6 毫伏左右。20伏5安100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107.4 毫伏，平均文波
102.1毫伏左右。各位老铁们，我把这个充电器的文波数据全部都测试出来了，大家对它的表现满意吗？兄弟们，行家240瓦氮化镓3口充电器测完了，数据全部都在这儿。快充协议支持覆盖面确实是很广，但是兼容性有点问题啊。华为手机和荣耀手机在 C2、C3 口没法触发快充，荣耀100瓦 PPS 一样的是启动不了，绿厂的老机型只能跑12瓦，新款的能上 PPS， 蓝厂设备兼容正常，小米的 PPS 的话完全触发不了，这个就是有点遗憾啊。高负载烤鸡测试240瓦输出坚持22分钟就触发过温保护，温控设定在65到70度之间。200瓦烤鸡也是差不多的，160瓦可以撑40分钟，表现偏保守。不过它的转换效率确实是非常给力啊！从 AC 到 DC 再到 DC，110伏下90%的转换率，220伏下91%的转换效率，文波控制70至140毫伏，整体稳定，合格线以上。这款充电器效率高，但是高负载能力和兼容性还有提升的空间。兄弟们，结合自己的设备和需求来判断吧。我只管把数据全部都测出来，这期测完了，下期咱们把它拆解开，看内部的做工和用料，硬核分析一波。觉得我的视频够硬核的，记得3连支持一下，点赞、投币、关注我，后续拆解不漏看。谢谢大家的观看，咱们下期视频再见。